嗨，大家好，我是不吹这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在持续的学习投资理财呢？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债券投资的2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我们只论债券投资的话，那我们比较适合买长期的债券，还是比较适合买短期的债券？它们的优点以及它们的风险有哪一些？但如果呢，你是一个股债投资的投资人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第2个重点。如果你是进行股债搭配的话呢，那我们到底适合买长期的债券还是买短期的债券，以及它的优势还有风险的部分。好，这2个的话呢是完全不同的投资逻辑哦。那这2种投资人，他们投资债券的时候他们要关注的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掌握近15年来美债收益率的高点，但是却不知道你自己到底适合投资长期的债券还是投资短期的债券，那强烈的建议你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如果你出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投资台美股投资一无所得的状况，可以跟频道多数观众一样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我300万美金的财务自由规划的话呢，可以追踪 IG 或是脸书哦。那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轻松的新闻那这则新闻报道指出不管是常年占据世界前10大富豪排行榜的股神巴菲特，或者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曾经一度来到了全球首富的特斯拉 CEO 马斯克他们都一致的表示尽管2023年的8月1号美国公债被惠誉国际调低了信用评级，他们依旧会将自己身上多余的现金拿去购买美国的短期国库券，也就是美国的公债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呢？因为美国政府他们的违约风险相对来讲就是比较低的，而且呢，短期公债目前可以获得非常高额的报酬率像现在的6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它的殖利率高达了 5.5%而且呢，短期的公债呢也能让我们保持资金的流动性。那这几点的话呢，就让短期公债成为这些有多余资金的富豪他们的首选那究竟什么是债券呢？那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快速介绍。那债券的话呢，就是一种有价证券。当我们购买债券的时候呢，相当于就是我们将钱借给了这些债券的发行人。那发行人的话呢，必须在期限之内的话呢，支付利息，并且在到期的时候呢，将本金偿还给我们。那我们常听到的投资公司债券就是我们将钱借给这些公司。那投资美国公债的话呢，就是我们将钱借给美国。那如果你还想要复习一些债券的基础知识的话呢，可以看上面这期影片所以如果你是直接投资债券那只要持有到期，债券没有违约的话呢，那我们的报酬率其实在我们一开始购买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算出来了那就是它的殖利率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在投资债券的时候呢，债券的殖利率它的高低就是我们投资人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那在一般情况之下美国的央行它调高利率的话呢，它新发行的美国公债的殖利率也会跟着调升，然后呢，市场债券的殖利率也就会跟着一起调升好，那你到底适合投资长期的债券还是短期的债券呢？如果你只是一个债券的投资人，你没有碰其他的股票或者是 ETF 的话呢，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先来做一个探讨以长期公债来讲的话呢，它的特点就是它的到期期限是比较久远的，所以呢，它相对来讲它相对于短期公债来讲，它对利率的一个敏感性就比较大因为它的持有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利率影响它的话呢，就会比较明显。那短期公债的话呢，它对利率的敏感性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那优点的部分的话呢，长期公债的优点它可以锁定你当下债券的殖利率，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买入了一档10年到期的美国公债，然后它给你的债券的殖利率是 4.3% 的话，那也就代表说你未来10年你平均每一年都可以获得 4.3% 的殖利率就是你可以锁住你当下的一个债券的殖利率。那第2个优点就是当利率下降的时候因为你的长期公债它相对于短期公债来讲它对利率的敏感性比较大，所以说呢，在利率下降的时候呢，它的价格上升的幅度也会比较的明显也就是因为它的存续时间比较长那短期公债的优点呢，现在的第1个优点就是它现阶段也就是在2023年8月份我在拍片的当下，它提供更高的殖利率相对于长期的公债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6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的部分的话呢，它提供了 5.5% 的殖利率。那10年到期的美国公债的话呢，则只有 4.3% 的殖利率那第2个优点就是短期的公债它相对于长期的公债来讲的话呢，它的波动性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它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国家他们抛售
美债的影响就像是中国政府他们就算抛售美债的话呢，它对短期公债的持有人来讲的话呢，那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小那你可以想想看啊，假装你是投资的3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那就算是美国政府它现在正在积极的抛售美债，那对你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小因为你只要呢将这个3个月持有到期，你还是可以把本金跟利息都一起拿回来。那长期公债的风险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在利率上升的时候呢，长期公债它的价格会下跌的比较明显相对于短期公债，而且呢，也因为它是长期公债的关系呢，所以说呢，你要持有到期才可以拿回本金嘛，也就代表说呢，你同时错过了其他高收益报酬的机会也就是如果你现在利率持续的上升，那你现在买入的短期公债只拿到了 4.3% 的殖利率，结果之后呢，利率上升到了 6%， 上升到了 7%， 那更高报酬的殖利率的一些债券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去购买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短期公债的风险。好，那短期公债的风险的话呢，就是它的频繁到期因为你看，如果你是买一个3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那你就是每隔3个月的话，你就是要重新再买一次。那这也就衍生出了另外一个风险那就是你丰厚收益的债券的投资机会可能就会在你再投资的时候就消失掉就像是你现在买了一个3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它给你 5.5% 的殖利率，结果呢3个月之后呢，央行已经降低了利率，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可能就买不到这么高报酬的一个殖利率债券好，那这2个长期公债跟短期公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风险，那个风险就是通货膨胀率如果超过了这些债券的收益率的话呢，那就会导致你投资这些债券你实际获得的报酬其实是负值的就像是在2022年7月份的时候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话呢，是来到了 9.1%， 那个时候呢10年期的债券它的收益率只有 3%， 那1年期的美国公债收益率的话呢，则是 3.1%。 好，不管你是投资10年期的还是投资1年期的，对你来讲的话呢，你的投资的实际收益都是负值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2种债券适合哪些投资人那如果是长期公债的话呢，它比较适合的投资人就是你想要长期稳定而且固定收益的投资人。那第二个就是你想要做债券价差操作的投资人因为长期公债的话呢，它相对于短期公债它对利率的敏感性就比较高。那接下来呢，短期公债适合哪些投资人呢？它就是适合需要短期低风险，而且呢你的资金的流动性也非常高的投资人就比较适合去投资短期的公债。那前面的话呢，就是指单论你只有投资债券的投资人的一个状况。但如果你是一个股债搭配的投资人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进行分析假设第一个就是长期公债再去加上股票就是第一种的投资方式。那第二种投资方式的话呢，就是短期公债再去加上股票的部分。那股票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统一都使用美国大盘那特点的部分的话呢，就是长期公债再去加上股票的部分的话呢，它的股债组合它对利率的敏感性就会变得比原本还要高一点因为我们的长期公债呢，它对利率已经蛮敏感了，这时候呢，你又加入了股票，那就会造成了你的一个投资组合它对利率的敏感性就是非常的高。好，那如果是短期公债再去加上股票的话呢，它就可以显著的去降低你股债投资组合对利率的敏感因为短期公债呢，它对利率的敏感性就是非常的低那再去加上股票的话呢，就可以降低这个组合的敏感性。好，那优点的部分的话呢，长期公债再去加上股票，它的优点就是我们可以锁定当下债券的殖利率可以为我们这个股债投资组合去创造一个非常稳定的长期的现金流那第二个优点就是在利率下降的时候呢，你的股债的投资组合它的涨幅会相对来讲会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在利率下降的时候呢，有利于股票，也有利于长期公债的价格上涨好，那短期公债跟股票的部分的话呢，它们的优点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它的债券的期限比较短也就导致了它的债券的部位的灵活性比较充足，也就可以使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债券的组合如果你要进行一个债券转换成股票的一个转仓投资的话呢是比较容易的好，那第二个优点就是在利率上升的时候呢，这个短期公债再去加上股票的投资组合它就是比较抗跌因为我们的短期公债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好，那风险的部分长期公债再去加上股票的风险，第一个就是利率上升的时候呢，你整体的股债投资组合它的跌幅会比较大就像是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嘛，有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股债双杀嘛你2022年有投资股票跟债券，应该都是蛮大的一个负报酬好，那第二个风险就是
因为我们投资长期公债，所以呢会导致我们的资金会被长期的锁定因为没有到期，那的债券的本金呢就不会保证偿还所以这会导致我们整体投资组合那个债券的部位呢，它的流动性会非常的差，也就很难去做到那种债券去转换成股票的操作好，那短期公债呢，再加上股票，它的风险有哪些呢？那我觉得主要的风险就是短期公债，因为它的到期期限比较近，所以呢，它会导致它的现金流没有那么的稳定因为你要持续的一直去更换你的债券的部位。那如果利率下降，好像是经济衰退导致利率下降的话呢，那些高收益的那个债券的投资机会就会消失但是这个看起来虽然像是风险，但是在股债搭配的投资组合之下的话呢，反而有点像是一个优点的部分因为当你的经济衰退导致了利率下降，然后呢，使你的短期公债呢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那这时候呢，你是不是可以将你这些债券的现金呢拿去买股票因为这个时候呢刚刚好嘛，因为景气衰退，所以导致呢股票的价格呢就会下跌，那你是不是就可以买到一个更好价格的一个股票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投资组合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投资长期公债再去加上股票的投资人的话呢，你也是一样比较适合的投资人就是长期稳定而且要固定现金流的投资人。那第二个就是你喜欢做债券价差的一个投资人。那如果是短期公债再加上股票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你的资金流动性的需求要非常的高就是你希望你的资金非常的流动，这样子你可以时时常常的去买那个股票的部分，而且你是以股票增长为主的投资人就非常的适合去使用短期公债再去加上股票的投资组合那以上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重点，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那就是真实的情况可能会跟我们理论上所想的会有所出入因为呢价格的上涨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考量在里面，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还是要仔细的去做思考好，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直接去投资美国公债的话呢，那我有做一期影片你只要花$1000，也就大概就是3万多块台币就可以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那我将这期影片放在上面这边你可以自己前去观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 Q&A 的时间。那我想请问一下各位，你投资债券的话呢，你是只有投资债券，还是你是进行股债搭配呢？如果你是只有投资债券的话呢，帮我留言1；那如果你是进行股债搭配的话呢，帮我留言2。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可以跟频道多数观众一样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下期影片见，拜拜。好，那你到底适合投资长期的债券还是短期的债券？